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在这里要感谢途牛旅游网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途牛旅游网提醒您，节目播出期间打开途牛 APP 摇一摇，摇出100元的现金，要旅游找途牛。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。在这里要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来观看本期节目的内容。今天我们请到了武汉大学的陈明陈老师，欢迎陈老师的到来。作家新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境。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感觉这个人挺好的，挺实在的，长得也蛮帅的，对我也挺好的。我感觉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刚开始见到她的时候，觉得她很漂亮，也很温柔。我觉得她就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。在我们接下来的生活中，她一次次的欺骗我，对我伤害很大，我无法原谅她。我打过电话，也发过信息，也上门找过她，但是她从来没有理睬过我。我不知道该不该跟她复婚，怕她再一次的伤害我，真的很迷茫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当一个人被欺骗之后，他会选择相信那个欺骗他的人吗？大概对于这一对来说，这是他们要解决的最大的一个难题。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杨32岁，来自黑龙江私营业主；女嘉宾小薇32岁，同样来自黑龙江，也是私营业主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跟这个舞台上其他的嘉宾不太一样，他们是曾经的夫妻。两位是怎么认识的？其实我俩认识挺简单的，就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，感觉这个人还挺好的。后来呢，就是我这个人吧，也挺实在的，就是由于他弟弟没有工作，当时没有工作，我就热心肠嘛，帮他弟弟介绍工作，卖手机。当时我们家里的人呢，也非常感谢他。是你们家里人都挺感激我了，但是你弟弟怎么感激的我呀？反过来他弟弟把人店里手机偷出40部给人卖了，老板不得找我吗？之后我这托朋友啥的，可下把这事给解决了。那是他做的，也不是我们家让里做的。那是不是你亲弟弟呀？这件事我们家里头也非常感谢你啊，一直催促着咱们结婚。等于你弟弟涉嫌了刑事犯罪，是因为你前妻她做了一些工作，才没有让你的弟弟负刑责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然后你一家人就感激他。对，然后你就娶了人家，也不是说因为这个感激，也是不对。我得打断一下主持人，我不是他前妻，我还没有跟你说完呢。他那些破事儿，之前我已经跟你承认过，我说我离过婚呢。是离过婚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我俩这是结婚没过几天幸福日子，有一天吧，就是一个女的突然间就上我家了，开门就要什么孩子抚养费，还有精神损失费。我就寻思，我也不是他妈，冲我要什么抚养费，又什么精神损失费的。后来了才知道了，那是他前妻。我们离婚时候孩子非常小，当时我也不太成熟，然后我跟他也没什么感情，然后一直在我前妻那儿抚养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俩挺幸福的，说出来怕影响我们俩幸福，然后我就你怕影响，没和你说。当时离婚我倒知道了，但是你俩既然有孩子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这不是欺骗我吗？当时不是欺骗，当时就是没想和你说嘛。然后呢？就因为这事儿，我跟你说，我俩吵多少次，你知道吗？动手打我，给我打啥样？给我打耳膜穿孔。那你说咋不说这事儿呢？你说因为这件事，你天天这么磨叽，谁能然后你把被子给我撇外头，我当时不也是一时冲动吗？你一时冲动，你要再冲动点，我病现在都没了，今天不能站在这舞台上了。那我知道后悔了，你们俩就是因为这个离的婚是吗？不，还有这算个啥事儿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人就傻嘛。他给我道歉，后来我也寻思了，你说我也不能说因为这事儿不贵。他那时候生意也不好，没有钱，你知道吧？我又舔个脸回我娘家，我爸妈都多大岁数了？我上我妈那拿1万块钱，把他1年的抚养费给了之后，
多余还给他多付出好几千块钱，知道吧？那当时我不说我现在生意不好，等我那个生意好一点，我把这钱全部还回去吗？是跟我保证的，我没说我这人就傻吗？没过多长时间，又一个女的上我家敲门，你知道要啥吗？开门冲我要分房子去。哎呦，我就寻思又抚养费的，又精神损失费，又分房子，是同一个女性吗？不是同一个女人，又是一个女人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哪儿来的。后来了才知道，你知道是他第二任又一个妻子。你说这不又骗我吗？啊，那我跟他在一起只生活了半年嘛。当时不是有原因吗？当时单位要分一个那个福利房嘛，然后那个福利房是要有结婚证的。我们俩呢，当时聊天聊得也挺好的，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和他说了，他当时就是说的，愿意和我结婚，为了分到那套房子嘛，然后就很快的就结婚了啊，骗房。看看着，为了房子跟人结婚，那你说你跟我结婚又为了分点啥呀？我也没想到说骗房我和他结婚呢，然后我不也想好好的吗？那最后来不是他出轨吗？这个女的来干嘛？这个女的这不就要跟他分房吗？就要分钱嘛。谁知道当时他俩咋说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后来我这由于我自己也有生意，我也没时间顾他这些破事儿，因为都给我整的一次次真的挺伤心的。我就忙着顾我的生意。有一天我朋友打电话说：“薇呀，那个你老公跟一个那个女的在商场里逛商场。”我说不能吧，他都跟我保证过了，他也不能啊，我就没相信。后来我越想越不对，那不是你误会吗？原来那女的是原单位的一个同事，她老公要过生日，她老公的身材跟我是几乎是一样的，然后想给她老公一个惊喜，她说你帮我来试试衣服嘛，就这么简单嘛。你是模特啊，找你试衣服，他也没找别人家男的呢，当时不也是闲着吗？闲着，你不能在家待着，你咋不能帮我忙吗呢？你为啥不陪人家逛街呀？那不陪我逛街呢？那你不忙吗？我忙你就得跟人去逛街呀。那不是帮忙吗？你咋一次次的？就因为这个离的婚是吧？这算啥呀？就这个事儿，我又原谅他了。你都说我的傻啥样吧？没隔多久，你知道吧？又有个男的指着我鼻子就进店就骂我，老公勾引我老婆，怎么地的啊！当时我都崩溃了。谁勾引他老婆了？那不是他想的多吗？我们只不过就是聊聊天嘛，聊聊当时生意也不是很好，挺闹心的嘛，然后就聊聊生意的失败嘛。是那个同事吗？不是。看没看见？就这样男的啊，当时生意不好是可以理解，你消停的呗，你一次次整这些事儿，你自己咋那么不要脸呢？还接着整，你跟人媳妇聊什么天？你不跟人媳妇聊天，找你干什么？他不找别人去呢？是，那我们也没聊别的，只不过聊别的生意怎么失败，什么挺痛苦的嘛。挺痛苦，死了得了呗，活着干啥呀？挺痛苦，你还知道痛苦啊？就因为这个你就实在受不了了是吧？哎呦我天哪！就这一年，你说我越想我没准越憋屈。就这一年当中，你知道他吗？从来没给我买过啥，什么节日都没送过我什么。等我过生日当天的时候，我说买束玫瑰花呗，是不是？你浪漫一下呗。你说人说啥？哎呀，买啥呀？200-300块钱买了2天半蔫巴扔了，白瞎了。我说那你抽烟呢？你抽烟鼻子一冒烟没了，那你喝酒喝多也吐出去，对不对？那你咋不浪？抽烟喝酒不是正常规律吗？你正常规律，那你玫瑰花本来就是很浪费的一个东西吗？女人浪漫还是正常规律呢？那我没对规律。你问台湾女嘉宾有几个不爱玫瑰花的？你问问。那我没对你，我没对你好过吗？你对我好。那你买衣服、买吃的、买鞋，我抠过吗？哎呦，你是对我好啊，这一点我得承认，确实是对我好。我问一下啊，你就是因为没买玫瑰花决定跟他离的婚是吗？这么多个事儿，你说我这一想，我俩这一年。是，他这话没事老瞎想。我瞎想，你要好好的，我能瞎想吗？我问问你啊，一次次这样，也就我这样女人吧，还能跟你今天来到这儿，我跟大家伙说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，知不知道？别人咋笑话我呀？然后就离了婚了。对。谁提的？我提的。当时你知道我什么样吗？我现在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自己了。那离完之后，你干嘛今天还来呢？我特好奇。我今天来，其实吧，这半年来的吧，我自己也想开了好多。自己也这么大年龄了，又不是20多岁小姑娘，对吧？我就寻思别让父母跟着操心了。再一个，他呢对我家老人什么的，我家亲戚贼都挑不好了，你知道不？但是他对我吧，怎么说呢？是他就是说，第一次离婚我知道，因为我俩认识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离过婚。第二次就我不知道他骗我，但是他后来一解释，我也能理解，说你为了分房，对吧？就是说正常女人说想开了也能理解吧。后来了，我一寻思，他一个微信上那都是网络的，也不能有什么，就是说以后改了。我一寻思好好的呗，是不是？毕竟人对我还行，但是呢，后来一想，总体来说嘛，就是说感觉我跟他的感觉还是
就是跟在别人身上找不到嘛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他对你挺体贴，也对温柔。对，虽然动过手，虽然欺骗过你，动过手，其实我也得承认我自己错误。当时吧，就是说我也挺磨叽，因为哪个女人吧，就这件事儿遇到这个事儿，她也不可能说装作没发生什么事的吧。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今年这个资料上面说，今年32岁是吧？对。害怕嫁不出去了？并不是害怕嫁不出去，因为左一嫁右一嫁的也挺难的。现在这个社会，男的哪有说实在的说没有好人吧？好像台下男嘉宾都得说我，但是说的遇上一个对心情的吧？对心情，你跟他对心情是吧？对。也就是说，这男人干了很多坏事儿，你也想明白了，那你又想跟他，但是又不敢，所以你今天来的是吧？对。家里人对这段婚是一个什么态度啊？我爸妈一直对他印象挺好的啊。那你父母知道他的过往就是这些事儿吗？不知道。知道你们俩动手吗？那你有跟你父母说过吗？没有说过。以你对你父母的了解，当你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父母的时候，你父母还支持你跟他复婚吗？那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你没敢跟老人说。今天来我也并不是说想马上跟他复婚，我也只是在看看他以后的表现。就你想考察他一下。对。离婚半年对吧？对，这半年当中我也改变了很多。不是你改变了什么？聊天的软件我已经删除了，生意也有点起色了啊。然后第二任的事儿呢，对啊，然后很快就能处理。这很快处理是指什么意思？是现在生意在这半年中有点好转了啊，然后很快就能把这部分钱，就给人家了。对，那个找到你们家的那个女性的，她丈夫不会再来找你了哈？那个根本就是什么事都没有。你介意他打你吗？我俩就那一次他动手打我了，而且也是冲动的情况下，就是平时我俩之间也没有说他动手打过我。也就是说，他做的种种，有些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儿，在你看来，因为你跟他很对眼，所以你还能包容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好了，应了那句话，金花配银花，西葫芦配南瓜，这事儿怎么办？老师们给分析分析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肯定是个暖男，他体贴关心，绝大多数情况下脾气好。唯一的悲哀就是他是个中央空调。不仅暖身边的这一个女人，他几乎可以暖到他身边遇到过的每一个女人。然后之前该坦白的时候没坦白，该真诚的时候没真诚。我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，就是当你生意难的时候，跟人家的媳妇儿就聊上了微信 QQ， 对吧？你到底在找寻一种什么呢？就是他也挺强势的，总好磨叽，然后我也是觉得有些话和他说不出来吧。他的这个缺点得两人一起改。症结在哪儿？其实，在你们日常的交流方式当中，我最初听到他把一个女性把自己的老婆打到耳膜穿孔，我觉得这样的男人如果有家庭暴力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，不能原谅，不能原谅的，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。对。但是说实话，当我看完了他们的这种沟通方式的时候，我突然有点理解这件事情。这位女性的交流方式真的是高射机枪模式，只要情绪上来了，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正面表达，全部是负面情绪。这位男士他又不善言辞，他憋着，过了那个阀值之后，变成了手上的动作。所以，给这位女士也有一个小提醒，就是两件事情。第一呢，控制情绪。很多时候情绪上来了，那些话你不说不行，憋3秒，冷一冷试试看。第二呢，学会一下表扬自己的丈夫。很多时候他为什么要出去，时不时跟人家发个微信啥的呢？他在生活中缺点东西，他只能在外边去找，缺一份肯定感，缺一份价值感。控制情绪，学会表扬。那对于这个男士而言，就一定当断则断，绝不拖泥带水，两边稍稍都退一步，这是个很温馨的家庭。我觉得他一定还会再出轨，管你删了多少聊天软件，你会一一的装回来。我不相信你去找别人，仅仅因为你精神上的有压力无处排解。我认为你还有猎奇、喜欢新鲜的心理在作怪，而且你从来都不懂得责任。那个孩子，即使是新生儿，你却从来不认可他们的存在，可见你作为父亲、作为丈夫，一定都是不称职的。而你可以一忍再忍，女人们通常都不能忍的2件事儿，一是挨打，2是劈腿。如果你觉得可以一忍再忍的话，恭喜你，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你们回家就动武去吧。然后跟邻居说一声，打得不行嗷嗷叫的时候记得报警，别出人命。
太晦涩了，这还叫黑呀？这个女生的优点是抗击打能力强，她的缺点是抗击打能力太强。当她说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的时候，她脸上突然之间出现了一种暧昧的神采，和刚才高射齐讲的说你不要脸你不要脸的时候判若两人。她突然之间好像回忆起了一丝暧昧的美好。我不知道你抗打击能力为什么这么强，莫名其妙的当第3任，莫名其妙的被打得耳膜穿孔，莫名其妙的知道自己可能要当一个继母，莫名其妙的一次次被背叛，你的心得有多大呀？其实刚才我说，在大是大非面前犯错误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小薇之前我是觉得他那个离婚的点特别奇异，你知道吗？最后是因为没有买玫瑰而离的婚，而那么多大是大非的时候，他居然都忍受和忍耐了。所以我们要说，当一个人丧失了对是非判断的时候，其实是挺可悲的，因为他的人生是他自己造成的一个悲剧。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精彩节目稍后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请开门，怕涂老师最后一口气就咽了，走吧，走了我就读了啊。我跟你说，我看我也气，就显得你这人特物质，你知道吗？哪个女人不物质？哎，你错了，那不对哦啊！以后还想收礼物就出来吧，老婆，爱你。嗯，那么么哒，你自己么么哒去吧。嗯。哦，送了个镯子是吧？啊。怎么着？你是还要那套程序呢，还是如你节目里面所说的那一套话说，我不是说今天就跟他了，我只是给他一个机会。我就是那么想的，其实就是只给一个机会是吧？我现在也不是说就原谅他了，我想看看他以后表现。哦，还是看表现。对。我们这个舞台上也经常有啊，就是女嘉宾只是给男嘉宾看表现。所以女嘉宾会说出来说，哎，这个求婚的仪式我就不要了啊，这抽奖的我也就不抽了啊，等我们俩真好的时候我们再来补，是这意思是吧？我还真理解你哈，就说今天这些都不要了，对吧？嗯，等你们俩真的好。我曾经很卖力地去爱一个人，但是却因为距离太远，他没能坚持，分手了。很长时间我都没法再去相信一个人，直到在网上遇见了他。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克制和忍耐，只为将同样是异地的恋情坚持到底。如今他却再一次提出分手，谁能告诉我到底错在了哪里？有的时候反思是一个人挺好的秉性啊，
但是你说，当一段爱情即将结束的时候，你会问别人说：“我到底错在哪里？”确实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。老师们，你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？还是掌声先请出这一对吧？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秦32岁，来自重庆 IT 公司老板；女嘉宾小梦33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文案策划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资料上面一个写的来自重庆，一个是在黑龙江，你们是在一地还是异地恋？我们是异地恋，谈了多久恋爱了2年多。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，就是我去重庆玩啊，我觉得重庆人挺好的，然后我也喜欢重庆人讲话。等到回家之后，在网上就搜索重庆的，就加上他了。就是因为到重庆玩了一趟，就在网上找了一重庆的。其实也不是说就想找重庆的，而是当时我觉得他也对我挺好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有可能适合做我的男朋友。我说那我们试着交往吧。是你先主动提出来的？是我。做了男女朋友之后，因为是异地嘛，你们见过多少回啊？4、5次吧。见面的时间大概有多长？2天。也就是说1年半小2年的恋爱，大概在一起待了10天左右，是吧？对。喜欢他吗？喜欢。那干嘛跟人提分手啊？主持人，你不知道啊，就说我们刚开始在一起认识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些新鲜感啊。那个时候一来二去的，这么聊得很开心啊，也很有激情，也很好。但是我们相处这么久以来啊，他很少时间主动的给我发一个信息，哎，你在干嘛呀，或者怎么样啊？也很少时间主动的给我打一电话，哎，你今天工作怎么样啊？你有吃饭了吗？或者是你今天累不累啊？好，然后你看现在微信朋友圈，我发一些信息，说什么今天好累啊，然后我看他也没有说一句啊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，好像就漠不关心的似的那种感觉。哦，你嫌他不关心你是吧？对呀，我认为感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然后再加上我对这份感情我也很认真的在对待呀。你不觉得你说这些纯属是无理取闹吗？我如果不跟你互动，我们不打电话不发短信，我们怎么维持这么长时间的呀？主持人啊，因为我的工作啊，经常会有很多应酬，包括星期六、星期天，我有可能都会陪客户啊去打球啊，或怎么样的。白天太忙了，可能晚上没事儿的时候，可能会和公司的女员工，然后可能一起吃个饭，谈一些事儿。你看我每次我都会告诉他，我也会试探性的啊，会感觉到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啊，但是他好像也都会发很简单的说。你想让我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你想让我猜疑，你想让我吃醋，你想让我每天都关心你。你作为一个女孩子，你不应该吗？你那么大人了，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你处理不好这些事儿吗？每天要让我叮嘱你吗？但是你想，你作为我的女朋友，当我这样，你难道不感觉到哎我会怎么样？你之前你也跟我说过，你跟前妻分开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他总是猜疑，他总是嫉妒，你没有了应酬的时间。我现在我这么对你，你怎么就不明白？我们就不说这个主持人啊，其实还有个事儿，我就想这么说。你看上一次，哎，你们俩这角色啊，让我有点恍惚。我老觉得站在这边的是一个幽怨的女人，而站在这边的是一个特别刚毅的男人，他很冷峻。来，你接着抱怨吧。啊，你看，像上一次我们有约定啊，晚上7点钟的时候，我说我们视频，然后呢，我下班回家的路上，车就发生擦挂，然后我当时就忙得焦头烂额的，我就处理车上的事儿啊。然后后来我一处理完了之后，我才记起啊，今天晚上要视频，我都给搞忘记了。我快12点钟，我一看手机，他也没有发一条信息，也没有打一个电话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感受是在2年多异地恋爱的过程当中，你被忽视了，被冷漠了。他甚至连醋都不吃你的，所以你怀疑他是不是喜欢你，是吧？对呀，我就感觉他好像找的不是在谈恋爱，好像找的就是一种感情上的寄托，或者是一种安慰。就比如说还有一个事儿啊，我从重庆开车到贵州出差，按照正常的时速啊，可能就是说晚上7、8点钟到。我提前我也有告诉他什么时候到，但是由于当时晚上下大雨，路况很差的，我一个人开车，到了都凌晨3、4点钟了。我看他也没给我主动发一个信息，哎，你有到吗？然后累不累或怎么样啊？他也没来一个关心。今天你是来要关怀的是吧？我问问你啊，你说他不吃醋，你心里很难受，你会吃他的醋吗？我可能就是作为30几岁，我会很认真成熟的去对待啊。但是我想有时候不太正常，很反常那种感觉。哦，那你说说这个反常吧。上一次我们讨论。
哎，这个是不是咱们应该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啊？然后我跟他讨论，我说你要不放弃哈尔滨的工作，到重庆我公司这边上班呗？他也不过来，然后找一些借口理由什么，他也不过来。你说我们约好视频，你爽约的事儿，那是你爽约，你放我的鸽子，凭什么要让我再去关心你啊？你就几秒钟拨号的时间，告诉我车发生了怎么样的状况，你告诉我一声，让我在那儿傻傻的等。我等了多长时间？等到我睡着了，连个信儿都没有了。还有你刚刚说，你刚还说什么来着？你是真不关心他呀？他刚才说了邀请你去重庆生活，你不愿意去。刚说那个事儿啊，说开车去贵州那事儿啊，对，贵州，他说路上不好走。我跟他讲，我说那你别开车了，他就非得开车。那你说他现在就像您说，他就是自己把自己置身于一个特别可怜的那个状态，然后就说让我关心他。我可没说他可怜啊，我说的。那就行了啊。然后他就说你怎么不问问我吃没吃饭，怎么样？你一个大男人，你干嘛像一个女子那样啊？你要什么呵护啊？我应该要你来呵护我才对呀。那我问问你，再说了，为什么不去人家那儿啊？他说你来我公司给我打工，然后我发你工资。秦老板，你现在你都这么抱怨我了，你高兴的时候给我3万，不高兴给我300，你说我怎么活呀？我怎么可能呢？我作为你男朋友，我想我肯定会有这个责任，也有这个义务去照顾你。你觉得我不努力吗？我也在努力呀。我们2个也说过，他说要来哈尔滨，把公司这个事儿交给他家里人打理。他现在发展的还不错，但我就担心，我说如果你来了哈尔滨，那你发展的不好呢？再说，那我们上次去大连啊，人家敷个面膜过敏了，然后说什么？说哎呀，这个气候啊，真是没有我们重庆好啊！我在想，我们哈尔滨的气候都比不上大连，那你去了怎么办呢？我们当时在大连海边就拍了很多照片，然后我就把我的微信头像就换成了我们俩的照片啊。然后我当时就还想，我看其他的手机上我的头像看不看得清楚啊？然后他当时正好下楼买东西，手机就搁房间的，我就拿起手机就打开看。当我打开他的微信，点开我的头像的时候，我竟然发现是有标签的。你有标签那很正常啊。你怎么会正常？那怎么就不正常啊？朋友圈就是分朋友圈的嘛，为什么叫圈嘛？然后他很多信息啊，主持人，我是不能看的。我下楼的时候你偷窥我隐私啊，老能了，试密码一下子试出来了，也不算一下，不是说明他关心你啊。是我关心他，我在乎他，我的手机密码是他的生日。哦，这个我承认是我的生日，我当时还感到很惊喜的啊，我还很开心的。结果没想到，然后后来有一场大悲是吧？朋友圈被屏蔽。然后我就在慢慢的，由于好奇，我就向下看啊，然后他就写了一条信息，内容是什么呢？我就不相信异地恋不会长久。说错了吗？我一定要坚持给你看啊！我再看下面的配图啊，是她的以前的男朋友的配图啊。我就是随便配了一下。再说一张图片代表什么呢？主持人啊，你说我们相恋也有2年多了吧？我到现在我也没见过他的父母，然后他也没有见过我的父母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哎，我说我放下安排一下我这边的工作，我到哈尔滨拜访一下你父母。然后他说啊，我父母还没有退休，还有工作，还很忙什么的。哎，我说那行，那你要不你就先到重庆见我父母呗。然后他也说哦，我工作忙，也很多事儿，他也不过来。每一次都是以这样的借口，然后来推脱，然后来怎么样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怎么想？我作为你的，你问问主持人，咱俩现在这样式能见父母吗？问我？对呀，你说我俩现在我也不是父母，这么抱怨，你之前也不是这样的呀。一直以来那我们2个的问题都没解决好了，你说怎么见父母啊？这样吧，我能问几个问题吗？对。你在小片里说你心里有他是吧？对呀。你想嫁给他吗？想。第2个问题，你现在心里还有你前男友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你跟谁谈恋爱，跟人家说干嘛呀？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那个证明给你看的你是谁呀？泛指。泛指吗？第3个问题，你真的不吃他的醋吗？你真的觉得他完全可以自我管束好吗？
我觉得可以啊。可以，我都可以啊。你非常信任他，我很乖呀。你非常信任他，对吗？是啊。如果今天他说我们在一起，你愿意嫁给他吗？我觉得从网络走到现实，从异地走到一起，这是需要时间的，不是说这样1个月2个月就能磨合得好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？你们不是已经从网络走到了一起了吗？我现在就开始努力，我觉得很快。开始努力是什么时候？我慢慢接受他吗？你还没接受他呀？不，我接受了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走到一起。换个问法，你跟你的前男友为什么分手？前男友是因为他出国了，异地，所以分手。哦，也是异地分手。对。你跟前男友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吗？也是不怀疑、不吃醋，宽宽心心的，也不关心他吗？原来不是这样的，人总是要改变，人总是要成长嘛。之前那样，现在就换一个方式了。好，这次是你提的分手是吧？对，我感觉到在我们相处的这一段感情当中，好像只是我一个人在恋爱。我找不到那种恋爱的感觉。当我每天很累的时候，当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好像我始终都找不到他。一起来听听老师们的看法。丘比特问卷。你跟你前男友这一直有个结，就是他一出国，你们俩一异地，你们就掰了，你就不服这个气，就要证明一下，不一定是找谁，也不一定证明给他看，是证明给你心里那个结看。你对他有好感，你很喜欢他，他身上有某些特质也依恋着你。但绝不是爱。2年了，不说爹妈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儿，就抛开婚姻不谈，就只谈爱情，你必须问自己，真的是不适合，还是你不够爱？你的前男友跟你分手的时候给你的是什么理由？也没有什么理由，就是分手，因为2个人分开久了。为什么前男友给这个理由你接受，他给这个理由你就不接受？因为我不想在一次事情上跌倒2次。所以其实今天你不是放不开他，你只是不想又一次摔在这个石头上。有可能，但是我还是会坚持。你爱他吗？我觉得我爱。爱是什么滋味？爱就是心里有啊。怎么证明你心里有？因为每天我也会牵挂着他。他知道吗？他应该知道的，可是他现在，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我真不知道。他不知道你爱他，你也没有想过把这个爱表达得更加清楚一点，所以2个人谈恋爱就谈成了，你在这边越淡定，他那边就越着急；你在这边越安全，他在那边就越猜忌。我想一上来的时候，你们俩的关系应该不是这个样子，你应该会觉得他蛮可靠的，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讲，他是个蛮能分担的人。可是当有一天这个天平开始倾斜的时候，当他开始前后追着你，流露出来他的不安全感的时候，这个男人的魅力开始在慢慢的降解，他的光在灭了。就是他现在变成这样，我也觉得挺好的。怎么个好法呀？就是该聊天的时候还会陪我聊天，我需要他的时候他还是会出现。不需要的时候呢？他忙他的。你那要的是一个服务员，按一下铃，哎，过来了。你需要什么服务？倒杯水，好了，倒完我走了。可是我觉得异地恋暂时还只能这样了。你为什么要坚持异地恋呢？我没有说一定要坚持异地恋，但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，我想我还是需要一段时间。但如果他现在跟我说分手，我不接受。他要换一种方式说分手呢？不说因为距离的问题，就直接告诉你我不爱你了，你的性格我讨厌。你会说吗？你想到前男友的次数还有多少？我会去想，但我不会去联系。你配的那一张前男友的图指的是前男友的照片吗？对。你看到前任的照片，心里头没有一丁点的涟漪呀？好像有一点点。什么样的涟漪？就是提起的话会去想，心里会有一些就是五味杂陈的感觉，但如果不提的话呢，会好一点。就是它能是我的解药，所以这个其实是解药。现在呢，药效有点过了。我是觉得他们俩肯定是要分手的，因为女孩子在跟男生对话的时候，句句都是刀光剑影，我听不到有任何一丁点的尊重。当他开始跟你说话的语气都是这样，每一句都在挖苦的时候，其实我倒蛮建议你分手。
否则的话，你留在他身边，你的这个自信心会越来越被他用高跟鞋踩到底下去。离开他，可能你还能重新站起来，而你也不用在这里苦撑着说，觉得不愿意分你，早就想扔掉这个男人了。否则你一定急不可耐的，管他是飞机也好，高铁也好，动车也好，你想尽一切办法奔到他怀里去。你只不过就想留一个存在感在那里，显得让自己没那么空，家人别催，朋友别催，我没有剩下，然后好让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回忆前男友。当他再一次提出了跟前男友一模一样分手理由的时候，你的疼不是在疼他，你是把对面的他看成了那个在国外的前男友。你只不过是在跟前任在这里对话，他站在这里甚至都不是一个具象的人。恋爱既让对方疼爱，又给对方依恋，这叫恋爱。爱情是一门非常精确的科学，说几秒就几秒，说不爱就不爱，装什么装呢？你对你前男友的那种所谓的思念牵挂，那才叫做爱。觉得自己以前太热烈了是吧？现在怕矫枉过正又失败了是吧？跟谁斗气儿呢？不甘心呢？失败一次就失败一次，再找一个彻彻底底爱过嘛。你伤害这么一个受气包干什么呢？你拖着他干什么呢？一个头高到云端里，一个头低到尘埃里面。如果不爱一个人，他干嘛要这么腻腻歪歪？不爱就直说，失败一次没有关系，下次再找一个完完全全可以重新开始，还有可能获得爱情。30多岁不算晚。哎呦，你哭了？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一女人这么虐你？你很喜欢，我明明看见你沉醉在当中，沉醉在她的高傲和你自己的谎言当中。但是说句实在话，我必须负责任地告诉你一句，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爱你。恋爱的实质牵挂和嫉妒他一点都没有，而在你自己的身上是淋漓尽致的体现。他没有，他根本不爱你，就这样。老师们说的有道理？没道理。你爱他？可能是不够爱，但不能说不爱。连自己都说的那么不够体系，可能是不够爱。你哪怕说是不，我不是不爱，我只是不够爱，还可能是不够爱。你骗谁呢你？我是觉得我表达爱的方式不是表达爱的方式，姑娘，你自己摸摸良心问一问，你比较一下当初你爱你前男友跟爱他的感觉是怎样的，你自己比较一下。可是恋爱是一回事儿，婚姻是一回事儿啊，并不是说我跟他在一起就非得很爱很爱的那一种啊。你是打算跟他婚姻的是吧？是有这个打算。他是第一个非常坦率地说出这句话的嘉宾。恋爱是一回事，婚姻是一回事。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如果他要求的话，那我会改变我自己。他要求你就会改变啊？结束异地恋。要求啊，人家已经给你留话口啊。如果你要求我结束，我就结束。所以啊，下面的时间充分利用，有要求赶紧提。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我觉得我也认真了，我是很认真的对待你，我也努力了，但是我就是觉得你看不到。我希望你别再让我受委屈，我自己我也会改。你想要什么，我会努力的去做，努力的去改变。别老是说分手了，行吗？当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始终都在你身边，或者是和你保持联系。如果说我们的感情有一天我选择了离开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带着撕心裂肺的痛离开的。你既然痛，干嘛要离开呀？我都会坚持。我替你问2个问题行吗？急得慌，真肉我。你愿意为了他而去重庆工作吗？我愿意。从明天。做不到。2位请回。这他要还听不明白，哎，请官们，有的时候爱情真像一场博弈哈，搏的就是谁的那点真东西比对方稍微少一点点。今天这场博弈，显然男方完败。下面的结局是怎样的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请开门。
请开门。说，我和男朋友结婚4年，没车没房，孩子还在老家。最近他玩游戏输了20万，我想离婚，他就拿死来威胁我。我现在心里特别压抑，应不应该继续和他走下去呢？精彩节目稍后。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，同样的道理，一个失败的男人背后也一定有一个糊涂的女人。4年没房没车，孩子在老家，可见20万对于你的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犹豫的不是他死不死，或者是跟不跟他走下去，而是孩子该怎么办。感谢途牛旅游网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途牛旅游网提醒您，节目播出期间打开途牛 APP 摇一摇，摇出100元的现金券。要旅游找途牛。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，在这里要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、聚力、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内容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传递生活正能量。